韩熙载夜宴图是给谁画的？史弥远是什么机缘得到这幅画的？他得到这幅画真不是什么好事儿。研究受画人与画中人的历史背景，有助于我们解开这幅图作者的创作意图。史弥远字同书，明州鄞县人。淳熙14年中进士，历大理寺职，枢密院编修官，提取浙西长平、起居郎、礼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嘉定元年拜右相，直至病卒。他独相25年，专擅朝政，权势煊赫。在政治上，史弥远反对韩托胄抗金，最终杀害了韩托胄，并把他的人头装在盒子里，呈送金人以求和。同时，他又恢复秦桧的王爵谥号，把南宋政治进一步引向黑暗。史弥远在私生活方面相当的骄奢，他当宰相的时候，常常沉醉于酒色之中，他的放浪生活受到当时社会的谴责。1230年，史弥远与李宗饮酒过量，终日昏睡，甚至在他家演出的乐师也看不下去。有一乐师看到史家连连豪宴，说恨不得以石钻追之。第二天，史弥远差人把他打了一顿后赶走了。又有一天，相府又开席了，堂会上有人演杂剧，一个演员唱词讽刺了史弥远结党营私的勾当。一世人念诗曰：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旁一人云：非也，满朝朱子贵，尽是似名人。气得史弥远后来再也不请杂剧演员了。韩熙载晚年和史弥远采取的生活方式同属一类，所见文职亦有相同之处，两个人的不同之处亦值得注意。韩熙载放浪形骸，是出于对南唐朝廷的失望和逃避救国之责；史弥远出于糜费偷安。这是相同的历史环境里造就出的精神境界不同而生活方式相同的历史人物。南唐时候，李煜要通过图画要劝诫韩熙载收敛，他将顾闳中画好的韩熙载夜宴图给他看，意思是看看你都闹腾成这个样子，太不像话了。要知道，李煜不喜欢下沉的这种毫无节制的放纵生活，他平时的生活是天天念经、写字、画画、吟诗填词，在重声色求骄奢方面已经赶不上韩熙载了。而韩熙载看了看画中的自己，视之漠然。李煜拿他没办法，只好打消了任用他为宰相的念头。不过韩熙载这么折腾也是挺烧钱的，他平素蓄养姬妾竟达40多人，很快也就亏空了，姬妾们纷纷离他而去，他不得不穿着乞丐装，弹着独弦琴，敲开他们的大门，祈求赡养。最后他在忧郁和困顿中死于970年，距南唐灭亡还有6年。他死的时候，家人连口棺材都买不起，于是李煜付了棺材钱，赐葬于雨花台梅岗，追封韩熙载为右仆射兼平章事，死了还是给他了一个宰相的名头。而我们看到的这幅图选画韩熙载，意在以南唐亡国之臣的政治命运来规劝当朝的史弥远，希冀他能从南唐韩熙载荒淫的生活态度中有所感悟。南宋的宫廷画家受雇于朝廷，不可能擅自作此长卷，极可能是奉旨而作。那个依稀可见的旨字，很可能就是来自宋理宗的旨意。当然，因宋理宗本人的无所作为，他的这种劝诫其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人物画在南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画院画家们面对北方沦陷、江南临危的现实，悉心表现历史故事，倾注了爱国忧国的激愤之情。如李唐采薇图卷、萧照中兴瑞应图卷、
一名银鸾图卷、望贤迎驾图轴和一名折剑图轴、确作图轴。其创作意图在于激励朝廷重施廉平之政。这种借古喻今的历史化是当时人物画创作中一种十分显著的思潮。韩熙载夜宴图的历史典故当不例外。自南宋起，韩熙载夜宴图的收藏就流传有序了。曾入元代班维志之手，明末被王鹏冲收藏，相继转入孙承泽、梁清标、宋洛等收藏家的府邸。乾隆朝初入藏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集》。韩熙载夜宴图入藏故宫博物院的经历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这幅画在1921年被住在训兴后宫的溥仪盗出宫外，后随之到了长春伪皇宫。抗战胜利后流落到北平的文物市场。张大千在1945年底到北京买房，得知韩熙载夜宴图卷就在琉璃厂的古玩店尉迟山房老板马继川的手里，他以原先准备买王府宅院的500两黄金买进此图。1951年，旅居香港的张大千准备移居巴西，他不愿让这些国宝在国外遭遇险情，他想以低价留在祖国。他通过友人悄悄地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大陆和台湾。在大陆，时任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得悉后，立即报告了中央。那天正赶上星期天，周总理日夜办公。他指示郑振铎利用在香港的关系找到了张大千，以3万美元的价格使张大千手中的这批古画回到了故宫博物院，其中还包括5代董源的潇湘图卷、元代方从义的武夷放照图轴。韩熙载夜宴图卷的价格还不及当初他买下时所费巨资的1/10，张大千的用心也就不言而喻了。台湾方面得知这个信息的时候，一方面是休息日，没有及时传递和商议，另一方面是财政紧缩。等明白过来的时候，这批国宝已安然地躺在故宫博物院延禧宫书画库房的楠木柜里。